這就算厲害了。在我心裡，這樣就是最厲害的。跟我这废物点心一比，他11岁就挑起整個家照顧老爹，簡直強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村裡人總因為他長得凶就孤立他，可真碰上要命的事兒，第一時間想到的永遠都是他。別亂花錢了，別亂花錢了，眼看要過年了，咱得攢點錢，給你和爹扯2身新衣裳吧。給你做就行，2大老爺們兒有衣服遮體就行了。才不要，我衣服夠穿了。你和爹就那2件破布衫都快洗烂了，必須给你们做。行，那就给你和爹做。前天下的套子抓了只小鹿，刚在镇上賣了，這是剩下的錢。要是成年大鹿，1整只就能賣1兩銀子呢。居然足足有300文，買完果腹還能剩這麼多。加上我之前抠抠搜搜存的100多文，離過年沒幾天了，有了這筆巨款，終於能置辦點年貨，過個肥年了。既然這樣，這幾天你就別進山了，馬上過年，在家歇幾天吧。行，本來也打算歇2天。你想不想回清溪村？明天帶你回去。真的？2個月沒回了，知道你想爹娘，我背你。不用。他左胳膊上還有道血淋淋的傷口呢，我死活也不能上去。你快帮我放下来啊！等下傷口真裂開了。擔心我？你先把我放下來，用的右邊，弄不到左邊的手臂，自己的手臂也不上點心。你上心就好。擔心我？我才不擔心你呢。你先把我放下來，用的右邊，弄不到左邊的手臂。你走前面吧。不要，他又不是什麼吃人怪物，不就是臉臭了點，塊頭大了點，至於嚇成這樣嗎？都被當空氣了，怎麼還有臉笑？簡直沒心沒肺！哎，你們看到陸家那丫頭了嗎？看到了，我的老天爺，她男人壯得像頭熊，看着都瘆人。老陸真是老糊塗了，閨女那麼嬌氣，嫁給這種糙漢，挨一巴掌，估計半條命都沒了。可不是嘛，平時裝的拿閨女當心肝寶貝，到頭來還不是眼皮子淺，貪圖彩禮把人賣了。聽說男方給的彩禮豐厚的很，本來還挺眼紅，現在一看拉倒吧。哪天這莽漢發火，陸家全家都得跟着倒大霉。8成是，剛才我看他臉拉得老長，見了我連個聲都不哼，才嫁出去2個月就被趕回來，真是丟死人了。村西那打光棍的李老頭這下有戲了，反正這沒人要的丫頭也配不上好人家。之前是聽說村花嫁了個壯漢，但打死也沒想到壯得跟座黑鐵似的啊！這哪像2口子？村花嬌滴滴的往這尊鐵塔旁邊一站，要不是頭上盤着婦人髮髻，簡直就像是領着個閨女出門。媽的，差點被這孫子當槍使，還以為真是外地人砸場子，這都給老陸家當女婿了，算哪門子外村人？散了散了，咱們可不像這窩囊廢，把活全推給老婆幹，地裡還有一堆草等着拔呢。
帮手全跑了，借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跟这头活熊叫板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你就跟他成亲了？他是谁？是哪里人？家里都有什么人？你成亲这2个月过得怎么样？大哥，你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你哪一个？每一个都要回答，你快跟我说啊！那李婶说爹为了聘礼才将你嫁了出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爹最疼你，怎么可能会为了聘礼将你草草嫁出去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？和徐安成亲是我自己看过后同意的，爹没有逼我。你如何认识的他？你怎么会同意？是他们自己上门来提亲的。见到他人，我才发现我见过他。他就是1年多前救了爹的人。是他？就算是他救了爹，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感謝他，何至于要你嫁給他？是不是他挟恩圖報？你跟大哥說，大哥給你做主。給那個賠錢貨花20文醫治，絕對不可能。可若是不治，也不知道那小東西還活不活得下來。且若是把這怪病傳染給我們一家人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但這病要花20文銅錢醫治呢，我可千萬不能被傳染了。大妞是你的女兒，既然是你提出的和離，大妞你得自己帶走，我們陳家才不養這麼個賠錢貨。你們剛剛不是說大妞不讓我帶走嗎？怎麼？聽說她可能有傳染病後，你們就不要了？你們怎麼就能這麼心狠？你別給我說那麼多，生了個賠錢貨，也只有你一天當個寶。既然你那麼喜歡，你就自己帶走。以後他是死是活，都跟我們陳家沒有關係。萬千星辰，終究不及眼前人。下次不可以這樣了。什麼？不能利用你的臉蛋兒去迷惑別人。你生氣了？天兒，新年快樂！我生氣，但我為你欣慰。至少，你學會了利用自己的優勢達成目的。陳家的人太過分了，李翠懷着身子，瘦得一把骨頭，搖搖欲墜的，太慘了。還有呢？那個陳老伯罵我。罵你什麼？反正不好聽。不過看他今天的情況，以後怕是沒機會再罵人了。我娘教過我，在村裡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動受欺，不然欺負人的人就會源源不斷。爹，你就跟我們一起去吧。大過年的，你一個人在家怎麼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適。有什麼不合適的？沒事的，我自己一個人在家也習慣了。你們快回去吧，別讓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來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陸家後再回來接你。為什麼？我跟你們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雜草叢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話會劃爛你的衣裳，還會劃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這身上真是毛病無數，又懶又怕疼，還愛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壞了我會心疼死的。哼，原來也有能讓他克制住懶病的事。陳家的人太過分了，李翠懷着身子，瘦得一把骨頭，搖搖欲墜的，太慘了。
還有呢？那个陈老伯骂我。骂你什么？反正不好听。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，以后怕是没机会再骂人了。我娘教过我，在村里生活可以善良，但一定不能被动受欺，不然欺负人的人就会源源不断。爹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我就不去了。你是回娘家，我去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没事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也習慣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別讓你爹娘等久了。真不去？不去！你放我下来！你先在家等着，我把爹送到陆家后再回来接你。为什麼？我跟你們一起走不就行了？那段小路雜草叢生，倒刺密布，走的話會劃爛你的衣裳，還會劃破你的肉。那我在家等你。我這身上真是毛病無數，又懶又怕疼，還愛哭。算了，衣裳弄壞了我會心疼死的。哼，原來也有能讓他克制住懶病的事。你怎麼這麼快？往常單趟就要半個時辰呢。怎麼了？好漂亮，好香，哪裡來的？山裡。這麼一會兒，你還去了山裡？爹呢？爹已經送去了你家裡。從山裡走近路到清溪村，只要1刻鐘的時間。近這麼多？嗯，想不想走走？這裡就是徐安每日待的最多的地方呀。其實我不怎麼怕，在他寬闊的背上特別有安全感。我知道他會保護好我，只是聽到異響，下意識的反應罷了。怕？你第一次來的時候怕嗎？忘記了。怕。你幾歲開始上山的？14歲。對不住，實在對不住。爹，徐安。你為什麼每天都要跟人打架？你的力氣如果多的用不完，就給我上山去，不要整天給我惹事兒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讓你見笑了。你還敢不敢私自上山？說！徐安。你就這麼犟嗎？爹，我今天打了一隻野雞。罷了，我管不了你。徐安，射傷，陷阱，找獵物照顧。這麼早，爹也放心嗎？我以為你至少是18歲成年了之後才開始上山的。山裡的草叢不安全，不僅有蟲子，還有可能有蛇。那怎麼辦？忍一會兒。去吧。這麼害羞？你別說了。
這裡怎麼有这個茅屋？我18歲的時候搭的。這四面漏風的地方，比山下冷上數倍。我一個人來待1刻鐘都待不了，他卻把住1晚，說如此平靜。上次帶東西回去，阿娘念叨我半天。她讓我們想家就回，絕不許再帶東西，不然她要翻臉的。空手回去不合規矩。粮食能熬到明年秋收就行，絕不能委屈媳婦兒。大不了我自己多喝幾碗清湯寡水。那咱不回去了。怎麼就不合規矩了？我娘都讓你把她当亲娘了。別看我娘平時溫溫柔柔，撒起泼來我爹都得跪下。你要是不聽我的，我今天絕對不回去了，省得我娘又掐我胳膊。媳婦兒居然學會忽悠人了，就丈母娘寵她那股勁兒，估計她從小到大連被打是什麼滋味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哪個瞎了眼的敢砸老娘？找死是不是？哎呦，陆家老三回来了呀！这一趟出远门，可真够久的。你刚才乱嚼什麼舌根？心裡早把你骂了800遍，但这小子是先生眼前的紅人，得罪了他，我那2個正在私塾讀書的兒子鐵定沒好果子吃。哎呦，我可什麼都沒說，就是幾個老姐妹隨便嘮嘮嗑。女孩家名節比命還重，你們就算再蠢，也該知道名節殺人。我家妹妹清清白白還沒成親，你用這種髒水潑她，究竟安的什麼歹毒心思？沒成親？你家妹妹還沒成親，你居然不知道她2個月前就嫁人了。不僅嫁了，你爹為了那點彩禮，活生生把她賣給了一個膀大腰圓、力大如牛的糙漢，長得那叫一個凶神惡煞。你是沒見過，你那妹夫胳膊比你妹妹大腿還粗，就你妹妹那身嬌肉貴的，挨一拳怕是直接咽氣。你胡說！我爹怎麼可能為了點彩禮把妹妹推進火窩？我可沒瞎說。今天他們倆剛好回村，你妹妹臉色煞白，估計是被那糙漢打完退貨了。早就勸過你們別把丫頭養得太嬌氣，丫鬟命公主病，現在被趕回娘家了吧？彩禮飛了，成了破鞋，以後想嫁人都難嘍。嬸嬸不好了，哥哥在村頭跟李嬸打起來了。什麼？大哥回來了，大哥不會打架，肯定要挨揍的。我去看看，你別急。小安，你去了狠狠削他，出事了娘給你兜底。好。別以為讀2本書就能上天，老娘今天非扒你一記，非扒了你的皮！沒事吧？這種壓迫感，完全對得上村裡的傳言。難道妹妹真嫁了？這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家暴男？先將就穿會兒。杀千刀的李招娣，你敢動我兒子？讀書人的臉也是你能抓的，你拿命賠都賠不起。別嚎了，疼死我了，快撒手，我撒你奶奶個腿！欺負我兒子，當我們老陸家死絕了不成？
麼多年沒見，老娘的戰鬥力依然是清溪村的天花板啊！这老泼皮到底放了什么狗屁，能把你气到跟他动手？自己在村里已经算高个了，站这人跟前居然还得仰视。妹妹那小身板，跟他说话脖子不累吗？就妹妹那懒到骨子里的性子，怕是连这男人的全脸都抬头看清吧？哼！我刚进村就听他在满嘴喷粪，说你们把田儿嫁给了一个莽夫，还说田儿今天回村臉色難看，肯定是被夫家打了一頓退回來的。而且，到底還有什麼？磨磨唧唧，快放！這老娘們還撺掇那個李老頭再來提親，說反正田兒已經嫁過一次，成了破鞋不值錢了。今天不撕爛這張噴糞的臭嘴，我就不配他娘！謝得好，就該把他那張臭嘴也一起謝了。這糙漢女婿看着比我火氣還大，這眼神，連我這丈母娘看了都心裡犯怵。不過，鄉下地方不能軟弱，必須一次把人打疼打怕。為了田兒，連脾氣最好的成兒小時候都沒少跟人拼命。敢往我閨女身上潑髒水，就是活該。那個敗家娘們兒，又在背後亂嚼什麼舌根？這張嘴就不能消停點兒，天天給我惹禍！哼，鄉下女人本就命苦，這村裡打老婆的混賬一抓一大把，就屬這男的下手最狠。我兒子還在人家學堂裡念書呢，以後萬一他當了教書先生，可千萬不能得罪。嘿，陸先生，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這蠢婦回去，我一定狠狠收拾她。兄弟啊，別跟你這老婆一般見識，她就是個沒文化、亂說話，你別當真。氣也出了，人也打了，這破事只能就這麼算了。畢竟一個村住着，抬頭不見低頭見。還不給我滾回去！我的手被那煞生廢了，不接上回去怎麼伺候你？誰幹的？這要是找郎中接骨，得花10個銅板呢。揍你一頓也就罷了，廢了你的手，誰給我洗衣做飯？就是這個活煞星！剛來時我就瞥見了這尊鐵塔。看着面生，還以為是別村來看戲的，原來是這外強人下的黑手。村裡人平時再怎麼鬧，遇上外地人，那絕對得一致對外。你混哪裡的？跑我們村撒什麼野？識相的，趕緊把我媳婦胳膊接好，不然今天你休想踏出我們村半步。看什麼看？我們村可是出了名的抱團，你廢了我老婆，必須掏湯藥費。我也不訛你，拿100文，這事兒就算了。鄉親們快來呀！外鄉人跑到咱們地盤上欺負人了。小子，別以為你塊頭大就能逞能，我們這幫兄弟一人一腳也能讓你趴下。趕緊過來接骨，乖乖把錢掏了。這大老爺們壓根沒見過，哪兒來的煞神？你們想幹嘛？丫頭，這外村人誰呀？當初陸家丫頭出嫁極其低調，只請了幾家親戚，擺了2桌。咱們壓根兒不知道新郎官長啥樣啊！他是我男人，
自從爹徐成才癱了後，娘也跑了，那些小孩笑话我没爹没娘，遲早餓死，我只能咬着牙靠自己硬气的全部打回去。后来体型越来越大，就再也没人敢惹我。这还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有人挡在我的身前。这次就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下次还让我听到，就没这么容易算了。至于你的手，你就自己去找郎中给你接吧。若是不服，你大可来找我。哼，怎么？你不是要让我家女婿出不了清溪村吗？怎么现在这么怂了？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他是您的女婿吗？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退一步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干什么？我必须得找他们问问清楚。我不过才大半年没回来而已，妖妹怎么就嫁人了？还嫁一个这么……说她面色沉冷吧？刚才我明明看到她对着田儿傻笑。她把外衫脱给我穿，说她热心吧？可她看我的神情，怎么也跟热心搭不上边。我最疼的妖妹竟然嫁给了这样一个人。田儿若是被这样的人欺负，我别说帮忙了，肯定得比田儿先被打倒。畢竟他高一點，拳頭砸下來更好下得去手。你那一手卸腕子的功夫好厲害啊！你能教教娘不？我若是學會了，以後看誰還敢在背後嚼陸家的舌根兒。其實很簡單，你握住他的手腕，然後……不是，他都沒提過救了阿爹的事情，是我自己認出來的。且他說了不介意我的懶病，成親後也會對我好，我才同意了成親。你就信了？大哥不是跟你說過，男人的話信不得，他萬一就是說甜言蜜語騙你呢？大哥，你看他救阿爹的態度就能看出來，他的為人不差的。而且成親以來，他確實對我不錯的。他是哪裡人？就隔壁小河村的。倒不是太遠。家裡都有些什麼人？只有他和一個爹兩人。沒有娘？妖妹本就比一般人懶，若是家裡沒有個女人，那家裡的事情誰做？徐安爹爹打獵摔斷了腿後，第3年他娘就跑了。你千萬不要在他身邊提他娘的事情。雖然徐安看上去好像不在意他娘，但他只是面冷心熱，心裡肯定也是在意的。你等等，意思是他不僅沒有娘，爹還是個攤子。你小聲點啊！我不同意！你怎麼能嫁到這樣的人家？嫁過去伺候他們爺倆嗎？爹娘都是怎麼想的？竟然會同意？爹是不是看在了他救了自己的份上同意的？他的恩情難道要讓你搭下去還嗎？大哥，你怎麼能這麼說呢？爹什麼為人你還不知道？這門親事是我自己點頭同意的，且你怎麼能以表象判定別人的家庭呢？難道因為身在這樣的家庭，許安就不能娶媳婦了嗎？我嫁過去已經2個月了，根本不存在你說的去伺候他們爺倆。許安一個人包攬了家裡所有事情，甚至還包攬了我的事。許安家不是我的負擔，我反倒給他增加了負擔。田兒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不是說他這樣的不能娶媳婦兒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別人我管不着，但田兒是我打心眼裡疼大的，我怎麼能眼睜睜看他去跟着受苦？我知道大哥的心情，你放心吧，他對我挺好的。真的，真沒看出來，他那樣的人竟然能做到這地步。畢竟他長着一副稍不如意就能隨時一拳打下來的模樣。不過，剛剛他來拉架時還很平靜，可一聽到我復述李嬸罵田兒的話，他的臉頓時就變了，
动作比娘還快，直接把李招娣另一只手也卸了。看来他应是在意田儿的。其實若不是他家庭太差，找個徐安這樣的人也不錯。田兒自小生得美，我總怕她嫁人後夫君保護不好她。但就憑徐安的塊頭和今日見到的身手，我至少不用再擔心這點。罷了，事情已成定局。田兒看起來也確實過得不錯，對你好就好。你記住，大哥永遠在。打不過他，若是他對你不好，你就來找大哥。大哥虽然打不過他，但總歸拼了這條命也得教訓教訓他。大哥，我知道大哥最疼我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的。你也争取早点給我找個嫂嫂回來。好。怎麼也沒想到，出去一趟回來，幺妹就嫁人了。我大哥肯定又給我帶了他去過的地方的新鮮玩意兒。上次他回來給我帶了一個簪子回來，可好看了，不過被我搞丟了。真想讓田兒在家裡多住一段時間，但馬上就要過年了，這個時候提出來，實在不合適。回去路上慢點兒。什麼樣的？上面有一顆小小的紅珠子，下面掉了2條穗。那顆珠子特別漂亮，我們這兒丟失人子都簪子，我們這兒都沒有那麼好看的款式。爹。哎，這麼早就回來了呀？爹吃過晌午飯了嗎？吃過了。嫁過來這2個月，爹每次看到我都會露出這樣憨厚的笑。爹的腿治不了了嗎？不知道，镇裡的大夫治不了。前幾年我打獵攢了些銀子，給爹找了很多個大夫，但他們看了都搖頭。後來爹就不讓我這麼揮霍銀子了，找了他也不配合。其實鎮上的大夫我已經找遍了，都無能為力。那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嗎？怎麼給我也做了衣裳，給你和徐安2人做就好了。爹，上次徐安打到了一頭幼鹿，賺了不少銀錢，正好過年你也該換新衣裳了，你別心疼銀子。爹，我給你試試。爹每天做着活動小，容易犯冷，這件保暖好。好，都聽你的。好。爹穿這件衣裳真好看，爹，你穿上這身氣色看着都好了很多，年輕了10歲呢。陆丫頭嘴真甜。我說的是真的。昨日在村西頭碰見陳老頭，他那副顯擺的嘴臉和田兒的孝順真是沒法比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呢，我家那兒子可孝順了，前日挑了一擔蜜了針上，還了一擔里米糊來，寧願吃的差些，也要生下錢給我做新衣裳呢。家裡都窮得揭不開鍋了，寧願把地的菜賣了吃野菜糊糊，也要置辦行頭顯擺。苦了家裡人，大賢婦還懷着身子呢，跟着吃粒米糊糊受罪，這哪是孝順，簡直是愚孝。哎，你家兒子今年不也娶媳婦了嗎？往年你家就2男人，日子過得糙也就算了，這下終於有了女人持家，怎麼你還穿着這2件都要洗破了的衣裳？這都要過年了，你家兒子媳婦沒有給你置辦新衣服嗎？我告訴你，這女人啊，就是不能慣着。她若是還那麼不懂事兒，你讓徐安教訓她。
就你家兒子那樣的個子，保管2拳下去，他就得乖乖听话，连公爹都不孝順，这樣下去可不行。昨日我没想过田儿会給我做衣裳，怕反倒給他招黑，所以才沒反駁。但今日田兒給我穿上的這身，比陳老頭昨天顯擺的不知道好上多少倍，真想穿着這身去他門前轉轉。打媳婦兒這種事兒，我沒做過，也絕不會讓小安這麼做。呸！活該摔斷了腿。可惜我的腿不能走。小安在灶屋忙活，準備賞午飯，總不能讓他背着我出去轉轉。我給爹穿上了新衣裳，他可高興了。你選的衣服好看。我給你選的就不好看了。也好看。那你怎麼不穿？我都換上新衣裳了。一會兒再穿。這是做什麼？包點餃子。餃子？白面的價格比糙米都貴，一般人家也就過年才能吃一次素菜餃子。我都好久沒吃過餃子了。好厲害啊！我也想試試。這是為什麼？在你手裡明明簡單的很啊。乾開裡面會有一些濕潤，先撒點乾粉在上面放蘸。他靠得太近了，根本聽不到他在說什麼。以為我動作快就沒人看見。你幹什麼呢？這還在灶房，若是有人經過，隔着窗戶都能看到。去外面等着，餃子煮好就開飯。嫂嫂，嫂嫂，村頭有人耍戲法，我們一起去看啊！什麼戲法？雜技，特別厲害！我看到那人在一個特別大的鋼圈上面走，走啊走啊，我們去看。牛眼兒，這是誰呀？我嫂子呀。你嫂嫂？你家大哥何時成親的？不是，是我徐大哥的媳婦兒。哦，徐安的呀。平時只聽說徐安找了個很漂亮的媳婦兒，但他極少出門，村裡好些人都沒見過。這會兒一看，果然傳言不虛啊。沒想到徐安倒是個有福氣的，娶了個這麼漂亮的媳婦。你是哪個村的人呀？清溪村的。就我們隔壁那個村，那挺不錯的。這女娃子長得可真漂亮，都不像是村裡的人。就是，這皮膚真好，看得我一個女人都想上前捏兩下了。哼，長得再漂亮又怎麼樣？沒有孝心，
过年了，将自己打扮的那么好，都舍不得给自己公爹制一件衣裳。哎呦，陈老哥，这是又制了一件新衣裳啊！这布料看上去真不错。那是，这可是我花了5文钱买的料子，找的都是老師傅做的。难怪呢，這料子看上去就好，穿在你身上真合身。誰說不是呢？本來我還嫌貴不願意，但我家兒子有孝心，推都推不掉。我家兒媳也孝順，懷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。我晚上洗腳，她都要將水給我端來，吃點好的都緊着我先吃。我那兒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來，嫁了人沒個嫁了人的樣子，也不知道穿這種衣裳出來是要勾引誰。懷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，我晚上洗腳，她都要將水給我端來，吃點好的都緊着我先吃。我那兒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來，嫁了人沒個嫁了人的樣子，也不知道穿這種衣裳出來是要勾引誰。陳老伯，你說誰呢？你好意思說？我阿牛嫂懷着身子，你都還讓她去給你挑水，若不是你逼着她去，她會去嗎？你個女娃子懂什麼？她懷個身子有什麼？哪個女人不懷娃呀？娃呀，阿牛他娘懷她的時候不一樣，每天都要挑水做飯洗衣服種地，樣樣都幹。陳老伯這是想幹什麼？你說我要幹什麼？這賠錢貨竟然這麼說我，還懂不懂什麼是尊老愛幼？我可不得替他爹好好教訓教訓他，讓他知道不敬長輩的後果。你算個屁呢！就你還想當我的長輩？你看看你有個長輩的樣子嗎？我阿牛嫂懷着身子被你搓磨的只剩一把骨頭，你倒好，整天在外面炫耀，誰不知道你家窮的連顆米都見不到了？爹，別說了，我們回家吧，你回家休息休息。走什麼走？你個女娃子懂什麼？你阿牛嫂吃得好得很，為了她這胎身子，我們老陳家將好吃好喝的都先緊着給了她。她今天晌午還吃了2碗白米飯，我們可對她好得很。她身子骨輕，是她自己吃了不長，這怪得了誰？家裡明明還剩的有米有菜，可為了你可笑的面子，阿牛就把白米拿去換了難以夏天的粒米，地裡種的小菜也被賣掉，一家人只能吃野菜糊糊度日。我嫁到陳家一天好日子沒過過，你竟然還說中午吃了2碗白米飯。哼，我中午連粒米稀粥都沒喝飽，哪裡來的白米飯？說我消瘦是我自己吃了不長，這意思莫不是還說我白白浪費了糧食不成？你說什麼？你又知道什麼？我怎麼不知道？阿翠嫁到你們家6年了，每天起早貪黑的幹活，好不容易給你們家生了一個閨女，你嫌棄是生的賠錢貨，緊接着就馬上催她生下一個。我們沒有。她生老大的時候壞了身子，本來就身體嬌弱，結果你們不顧她的身子，才過2年又讓她懷身子，這就算了。她懷着身子，你讓她挑水煮飯，她都7個月的身子了，你竟然還讓她給你端洗腳水，挺着那麼大的肚子跪在地上給你洗腳，這就是你說的對她好嗎？你自己愛面子，就讓全家都吃不飽飯。為了你身上那件破衣裳，家裡唯一的1擔米，你都讓阿牛背去鎮上換了粒米，其餘的賣了給你買衣裳。你不為別人，竟然連你那還沒出生的孫子都不顧！你也不看看你那副尖酸刻薄的樣子，你身上的衣裳穿得再好，也掩蓋不了你骨子裡的惡臭。
爹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李苗花，你別說了，你想將我爹氣個好歹出來嗎？怎麼許你陳家做得出來，不許我說？我偏偏就要說。還有你也一樣，長得個5大3粗的樣子，結果私底下竟是個沒有主見的愚孝男。你既然對你爹那麼好，你就自己賺銀子生你自己的口糧啊！阿翠都懷孕7個月了，一鍋稀粥你們一家幾口就喝了個乾淨。等她挑完水回來，你竟然就只給她留了半碗米湯。你也是真做得出來？她懷着身子餓得都快暈了，你竟然還說她是裝懶不想幹活？你們陳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嗎？李翠，你還不讓他住嘴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家裡的什麼毛病？件事情你都想外說。我的淚早就在陳家流乾了。我生第1胎時就不容易，這胎到了7個月，身子成了這副樣子，能不能挺過生產的那關都難說。我早就受夠了陳家，今天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撕碎你們這虛偽的面目。讓他說。你說什麼？李翠，你反了不成？你別忘了你是誰。我是誰？你說我是誰？陳阿牛，你當初娶我時明明說了會對我好，照顧我，結果這就是你說的照顧我嗎？我從嫁過來就任勞任怨，想着一家人齊心協力，總能将日子過好。結果你呢？讓我伺候你們一家老小就算了，我辛辛苦種出來的菜，你說賣就賣了。你宁願拿去給你爹做衣裳，也不願意让你女兒吃飽一頓飯。他一個賠錢貨吃那麼飽幹什麼？我爹說了，兒子才是真的，女兒以後都要嫁到別人家裡，有2口吃的吊着就行了。你爹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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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麼都是你爹說，你離了你爹就活不了了嗎？哈哈哈哈哈！就你這樣的還要跟我和離？你別忘了，你娘家都已經死絕了，你離了我，你連個棲身的地方都沒有。你以為你是個什麼東西，還和離？信不信我一封休書扔在你的臉上，你看看你被休了還有沒有人要？陳阿牛，你說什麼呢？你不就是看到阿翠沒有娘家人的份上，才敢這麼欺負她？她跟你和離了，怎麼沒有住處？你別忘了，你們現在住的房子是阿翠娘家的。你们陈家的房子早在4年前就垮了。我说怎么会无缘無故的垮了？我看就是你壞事做多了才垮的。笑，極其囂張。房子？什麼房子？那就是我老陳家的房子。惡狠地盯着跟我過了。他若不想跟我過了，家裡沒有一樣東西他能帶走。你無賴！李翠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若是真的不和我過了，不僅家裡的任何一樣東西和大妞你帶不走，你這胎若是生了個兒子，你也得給我們陳家送回來。當然，若是個閨女，那就送給你了，家裡已經有個賠錢貨就夠了。陳阿牛，你竟然這麼無恥！你不僅占了我娘家的房子，你還占了我娘家的地，這些你竟然都想據為己有嗎？什麼叫據為己有？那本來就是我的東西，你別忘了，那些東西都是隨着你的嫁妝過來的。自古以來，你聽說過哪個被休妻的下堂婦能帶走嫁妝的？哎呦，阿牛媳婦兒，你別動氣，你別忘了，你還懷着身子呢。是啊，阿牛媳婦兒，你就跟你家阿牛道個歉，這個事兒就算了吧。哪家過日子不是這樣過呢？就不要想和離的事兒了。對呀，阿牛媳婦兒，你別想不開。看着阿翠被逼成這樣，我的心驚揪着疼，像是要撕裂了般。你想要和離的心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，我可以幫你。你又能怎麼幫我呢？除了房子和田地，還有什麼是你從娘家帶過去的？或者，你還想要帶走什麼？還有大妞，他們一家人都不喜歡大妞，我不放心讓他們帶，不然大妞遲早會落得和我一樣的下場。如果能帶走大妞和房子和我娘家的地，我一個人就能將他們養大。只要他們答應，我什麼都不需要。
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要配合我。不管我说你什么，你都不要往心里去。你要想着，我只是帮你带走你的东西和你的女儿。你能不能做到？好。你想要休妻？我是想休妻。那李翠现在瘦得一把骨头似的，没有一点情趣，我早就厌烦她了。索性今天借着由头将她休了。历来休妻都有個理由，不知道他是犯了哪一條啊？他犯了，這讓我怎麼說？平心而論，李翠到了我家任勞任怨，侍奉公婆，確實挑不出什麼錯出來。什麼？國法有明，妻子未犯妻出之罪，不可休妻。若實在過不下去，方可和離。你既說不出他犯了哪一條罪，便不能休妻，只能和離。那便和離。當真？決定了。當真，決定了。我大哥是陸成，相信你們聽說過，他教我識了些字。不如我就幫你們寫一封和離書。村裡大字不識幾個，要是沒這識字的美人幫忙，我還真連個和離書也寫不出來。放心坐。我和小安在路上耽搁了會兒，剛過來陳家就吵翻了天，這到底唱的哪一出？你確定要和離嗎？要。心臟總算緩和了些，剛才緊張的都縮起來了。記得等會兒配合我。既然已經和離，你們同李娘子便不是一家人了。只是李娘子剛剛跟我說，讓我轉告你們好好照顧大妞。那賠錢貨馬上就快3歲了，留着她剛好能幫家裡幹活。爹說了，生兒子才是正道，女兒有一個幫忙做事就夠了，生多了無用。不過，你們照顧的時候，可要細心些。因為什麼？我本不想告訴你們，但都是一個村的，我還是給你們說了吧。到底怎麼了？剛剛李娘子跟我說，你家大優好像得了個什麼傳染病，她脖子底下長了好些惡心的疙瘩，時間長了還會化膿包，怎麼也治不好。起先大家都以為是被蟲子咬的，沒想到因着李翠每天照顧大妞，她自己的脖子上現在也長了好些膿包疙瘩。傳染病，你也別擔心，有可能也不是傳染病。不過你們照顧大妞的時候最好注意點，這病應該不致死，只是長了那些疙瘩會有些難受。你們可以帶她去鎮上的郎中那兒看看。我曾經聽我大哥說過這種病，說是叫個什麼痘，去了鎮上開幾服藥，20文錢就能醫好。多少？20文？我們全家現在連飯都吃不起了，何況是拿20文出來給那個賠錢患醫治。你們想要這大妞大了給你們幹活，這會兒聽到她治病要花20文，你們就不要了。你們這麼善變，我如何相信你們？你想要怎麼樣？除非你寫下斷親書。寫就寫，就那麼一個賠錢貨，也就你當成寶。還有我腹中的孩子，你也要一同寫上。不行，若是你腹中是個兒子，是必須要歸回陳家的。若同樣是個賠錢貨，我陳家才謝得要。咬牙冷笑，既然這樣，那我就乾乾脆脆一個也不要。大妞你也自己去醫，若是你捨不得治，就讓她那樣，看你陳家受不受得对自己女兒都見死不救的口水。剛剛才和離，她的性子怎麼就如此大變？往常她何時敢跟我這麼說話過？你們自己考慮，要不一個都不要，要不都要。答應他。爹，就他那身子，这胎到底生不生得出來都不知道，何況也不一定是個小子。
凭我們家的條件，你再找一個還不容易，何須還讓後來的媳婦兒做這後府，多生矛盾？对哦，心生好狠毒的心，他们竟然对自家的亲骨肉都这么诅咒。那就还是我为你们拟断亲书吧。当初我嫁人时，我娘家给了我3分地作为陪嫁，后来他们都出了意外，加上陈家的老房子被山洪冲垮了，我便带着他们搬进了我娘家的房子。我娘家留下来的还有1亩田和7分地，现在都被他们拿去种了庄稼。他们现在所用的，连一双碗筷都是我之前娘家留下来的，我要把这些全部收回来。我娘生了我后坏了身子，便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谁知嫁了人竟被人这么对待，过了这么多年的地狱生活，我都不敢想。若是我娘在天上能看得到，该得多伤心。阿翠，別哭，你放心，以後你生了小孩，我照顧你。我們剩下的日子把身子養好，我絕對不會讓你出意外的。我一天天只知道哭，不知道哭個什麼，晦氣。你說這些你全部要收回去，你怕是在做夢吧？現在這些可都是我陳家的東西，而你已經跟我們陳家沒有任何關係了。你所說的，你一樣也帶不走。能不能帶走，可就不是你說了算了。這女人笑得這麼好看，我怎麼覺得後背發涼？這到底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什麼意思？這本就是她娘家的東西，她自然能帶得走。你說的個屁話！那都是她帶過來的嫁妝，古往今來哪有被休了還能帶走嫁妝的人？陳老伯莫不是年老記性差？他們剛剛簽的可是和離書。根據大武律例，協商好了和離的人，男方需原數退回女方的嫁妝，女方原數退回男方的聘禮。他家可是給了你家什麼聘禮？沒有，他家連一擔米都沒給我家送過。不對呀，陳老伯，你當初不是說娶李娘子時給了50文錢和2擔米作為聘禮嗎？怎麼現在李娘子的意思是你家什麼也沒出就得了個媳婦兒啊？對呀，我也聽到陳老伯說過，說他家為了娶媳婦可大方了。對，也跟我說過，當時還害得我好一陣羨慕呢，還想着該把自己的閨女嫁過去。天老爺呀，還好沒有哦。怎麼，被拆穿了，生氣了？大話說多了，你自己都相信了吧？你不管你怎麼說，你要和離就和離，但東西你一樣也別想帶走。陳老伯，難道你連大武律例都想枉於了嗎？我可是聽我大哥說，戰亂平定下來後，上面對民生關注得緊，若是發現有人侵佔別人家財鬧事的，被抓到，可是要處以絞刑哦。你胡說，那本來就是我的東西，我怎麼侵佔他的了？何況這可怎麼犯得着絞刑這麼重的罪？有沒有這麼嚴重？不若我們報個官試試。你，好啊你跟那婆娘串通好了的是不是？先是哄着我們簽了和離書，這會兒才來撕破臉開始搶東西。怎麼能說是搶呢？李娘子這是拿回自己的東西罷了。李翠，沒想到你竟然這麼陰險歹毒！你若是將房子和田地收了回去，我們一家還怎麼生活？你一個女人要這些做什麼？自己隨便找個山洞湊合就得了。你讓我一個有着7個月身子的人帶着大妞去住山洞？陳阿牛，原本我以為你只是有點愚孝，沒想到你的心竟然這麼恨錢無恥。你問我把房子收回來了，你們一家怎麼生活？你自己不說了，可以去住山洞啊。我告訴你，那個房子裡的所有東西都是我娘家的，你連一隻碗都別想帶走。你休想！要住山洞你自己去住。你確定不還？被處以絞刑也不怕？你根本就是在嚇唬我！
這點事兒怎麼可能會處以绞刑？至多關上幾天，關了也就關了。看来大武的心律你还没看过呢。前年大戰之後，為了平復動亂，當今聖上制定了分封制。為了防止一些人欺善怕惡，趁亂搶掠發生暴亂，特意加重了刑罰，以儆效尤。你們確定要李娘子報官，讓官府處理？我就阿牛這麼一個兒子，他就是我的命啊！陳家還沒出一個帶把的孫子呢。若是阿牛因此被絞死了，那陳家豈不是要絕了後？快，你快去跟你媳婦認個錯！一家人過日子難免磕磕不暢，何至於鬧到和離的地步？大妞她娘何至於這樣？你把和離書撕了，今天的事儿就當沒有發生過。我們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你放心，以後我們老陈家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就是阿翠，我们不和離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後会对你好的。你把那和離書撕了吧。陈阿牛，我怎麼不知道你竟然還有這種變臉的功夫？你的臉變得可真快呢。剛剛不是還硬氣讓我去住山洞嗎？怎麼輪到你們就住不得了？想讓我把和離書撕了，當從沒發生過？不可能！你們最好快點回去收拾你們的東西搬走，否則別怪我在除夕天報官，讓你們年都在大牢裡過。你啊！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李翠，你看你把爹都气成什麼樣了，你還要把他氣死嗎？一報還一報，我剛剛不也差點被你們氣斷氣嗎？剛剛那種被逼到吐血的絕望，我現在還能感受到。大妞，嫂嫂，我過去的時候他就在家裡睡覺，我直接翻牆進去給他抱出來了。做得不錯，等會兒我給你拿好吃的。一個賠錢貨，也就你當成寶。不對，大妞脖子上根本沒長疙瘩。你騙我！大妞根本沒有傳染病。我說的是大妞可能得了，我也沒說肯定有呀。你跟李翠串通好了的，你就是為了紅貨簽下斷親書是不是？你放開我，要斷了，手要斷了。你想要幹什麼？你先放開我！你們什麼時候從李娘子的房子裡搬走？我為什麼要？搬！我搬！你的和離書和斷親書盡快去官府蓋上印，以後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接下來好好將身子養好，日後才好生產。謝謝你，多虧了你。若不是陸田，我根本鬥不過無賴的陳家。大妞若是被留在陳家，更是死路一條。這份恩情，我李翠做牛做馬也還不清。小团子，小团子忘了小姨了嗎？小姨傷心了。
娘。哎，別哭別哭，小姨跟你開玩笑呢，小姨錯了，小團子別哭。小團子，這是小姨，你要叫什麼呀？小姨。哎呦，我的小团子怎麼了？誰給你委屈受了？跟外祖母說，外祖母給你做主。小团子是看到徐安嚇哭的。我來殺。哎，好，這人就是不能對比。陸巧嫁出去也有3年多了，大女婿回來這麼多次，從來沒說來造福幫過忙，一個種地的自沒認識幾個，骨子裡卻是個大男子主義。不知從哪兒聽來的一句君子遠庖時，就用這理由推脫着從沒進過造訪。成親這麼多年，來家裡的次數屈指可數。他不願意來，也不高興陸巧回來。和許每次來都帶了東西相比，大女婿能提2個紅薯來都是高高的大方了。若不是大女婿嘴巴會說，哪裡會哄得大女兒嫁給他？結果嫁了之後，人就大變了態度。再看徐安，雖然沉默寡言，但對我們和對陸田的態度，大家都看得見。果然，人還是得圖看得見的東西。这还好，小外孙女看不到，不然那小金豆子今天怕是止不住了。怎麼做？一半用來燉湯，一半用來紅燒。陆老哥和乔嫂子莫怪，徐安打獵這麼多年，處理習慣了，動作粗魯嚇到你們了吧？沒有，沒有，這怎麼能叫粗魯？徐安的動作利落着呢。这老徐家以前靠打獵的日子還行。徐老弟，吃菜。到了這兒就是到了家裡，千萬不能客氣。好好好。平時在家吃飯狼吞虎咽，弄出好大聲響，今天怎麼慢得跟變了個人似的？你幹什麼？攏共就那麼些肉，你要一個人全吃了嗎？我不能吃嗎？這做出來不就是吃的嗎？要是我不能吃，我還跟你回來幹什麼？小团子別怕，外祖母在呢，沒事哈，沒事。你吼什麼？好好說話不行嗎？小团子都被你嚇到了。我吼什麼了？好好吃着飯，你撞我幹什麼？不然有這一出嗎？你難得一次回娘家，他連裝也不願意裝個樣子了。阿姐，先吃飯。好，你也吃。这大志对你怎麼越來越變本加厲了？在這裡都這樣，回家了是怎麼對你的？當初爹娘拼死反對，是我自己死活非要嫁過去，結果將日子過成了這樣，不能讓他們再為我操心了。沒有，在家他也是這樣的態度，他就是態度差點，其他沒什麼。巧兒，當初你要嫁給他的時候，我跟你爹就不同意，但既然嫁都嫁了，
到了這步也無法改變。這世道女子難為，日子清苦些還能勉強接受，但若是一家人不齐心，這日子是过不好的。一味的忍耐只会加重他的志气，变得越来越过分。嗑瓜子儿的功夫倒是不错。若不是怕阿姐在朱家的日子更加难过，我岂会次次忍着你？他对你大姐的态度越来越过分了。还不高興？大哥，我心疼阿枣。当初大姐就不该嫁给他，他以为自己多厉害，若不是大姐那……大哥，我来挖会儿。你別動，我來。這樣下去，怕是天黑也挖不了能裝下他的坑。大哥，要不重新想個辦法？誰在那兒？你們在幹什麼？你怎麼在這兒？幫爹背柴，怕一會兒下雨，我讓他歇着，幫他把柴先背回去。你們挖坑做什麼？給朱大志準備的。先不要聲聲。靠他們，怕是天黑也挖不出來。我幫你們，只是給他個教訓，要不要讓他瘸隻腿？別，只是想給他個教訓而已。要是真瘸了腿，最後端屎端尿受苦的還是阿姐。對，教訓一下就行。好。你怎麼這麼厲害？挖坑挖習慣了，經常布置陷阱。這有什麼技巧嗎？挖坑靠蠻力就行，做陷才要技巧，得看你想讓他死，還是想抓活的。所以我挖得慢，單純就是因為我力氣不夠。做陷阱這麼厲害的嗎？還可以決定要活的還是死的？哎，你給我講講，萬一以後我用得上。如果要活的，你就要讓他進去了以後就跑不出來。挖坑的時候，向四周往裡掏。有機會可以帶你去試試。差不多夠了。他這胸膛足有我2個寬了，雖說我算是讀書人不能比，但這差距也太誇張了吧？你這身形都是怎麼練的？跑山跑的。為了不讓朱大志起疑，我翻過山坡，從另一面回去。好。林婶子家的橘子好甜啊，可惜就摘了1個，她就來了。等下我們悄悄再去摘2個。噓，小聲點，被爹聽到又要念我了。去是可以，
不过要走到那条小路的尽头，你这会儿不犯懒病了？大哥，